上期讲到，曹操正在征伐陶谦的时候，陈宫和张邈将吕布迎为了兖州牧。随后，兖州各郡县纷纷投靠吕布，只有鄄城、范县和东阿由荀彧、程昱以及夏侯惇等人坚守着，形势非常的危急。那么，曹操将如何救援兖州？他能打败吕布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，及曹操差点命丧濮阳。曹操得知兖州出事后，立即停止进攻陶谦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地救援兖州。当他回到鄄城的时候，发现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荀彧和程昱等人固守着三线，与吕布打得有声有色。程昱听闻曹操归来后，也立即从东阿回到了鄄城。曹操握着程昱的手说：“如果不是有你程仲德，我曹孟德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”随后，他立即上表举荐程昱为东平国国相。与此同时，得知曹操归来后，吕布便率领大军前来攻打鄄城。可是，随着曹操的归来，鄄城的将士们斗志昂扬，信心十足。吕布攻打了几天后，发现鄄城很难攻破，只能无奈退兵，返回了濮阳。望着吕布退兵的方向，曹操站在城楼上冷笑道：“人中吕布的吕奉先也不过如此吗？”他对荀彧和程昱说道：“吕布如此快速地占据兖州，可他竟然不去占领东平国，截断康福县与泰山郡之间的通道。如果他这么部署，依托险要阻击我率军回援，鄄城就很难守得住。然而他却只守着濮阳不前，果真是个匹夫而已啊！”荀彧惊奇地问道：“难道吕布真的没有看出来其中的奥秘吗？”曹操笑着说：“就算吕布看不出来，难道陈宫也看不出来吗？可惜吕布只拿下濮阳就心满意足了，可见他是胸无大志，并没有雄心占据整个兖州。他表面上来势汹汹，可是看其人夺其心，他不过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罢了。”可此时曹操2次征伐陶谦，导致大军粮草匮乏，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去攻打吕布，而是调整军队，征调军粮。194年8月，准备了几个月的曹操立即下令出兵，准备攻打濮阳。在濮阳城以西40-50里处，有一个吕布的军营。夜半时分，曹操率军抵达这里后，立即发起攻击，一举便击破了这处军营，大获全胜。然而喊杀声惊动了濮阳的吕布，他立即率军赶来支援，与曹操的大军展开了正面交锋。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激烈，双方从清晨一直战到了黄昏，你来我往数十回合，竟然打的是难舍难分，谁也战胜不了谁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曹操重金招募死士，让典韦率领他们出战。典韦，陈留郡济吴人，即今天河南商丘宁陵县济吴城村人。他相貌魁梧，臂力过人。他先是投靠张邈，被任命为军士，后来归顺了曹操，隶属于夏侯惇，因杀敌有功，被拜为司马。他率领着数十名死士，每人身穿2副铠甲，将盾牌扔掉，只拿着长矛和镣戟出战。此时吕布的大军从西边包围过来，他们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可典韦却全然无视，对随从说道：“敌来10步告诉我。”不多时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10步。”典韦又说：“敌来5步告诉我。”片刻之后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5步。”典韦大呼而起，手持10余支小戟，便朝吕布的军中杀去，所过之处皆有大片的士兵倒下。吕布的士兵们哪里见过如此勇猛之人，纷纷后退，典韦则率领死士不停地砍杀。此时天色渐晚，随着吕布大军的后撤，曹操终于找到机会突围而去。战役结束后，曹操立即将典韦拜为校尉，带在了自己的身边。此战过后，曹操发现吕布虽然胸无大志，但在战场上想要战败他，却并非易事。于是他准备联合濮阳城里的豪强，里应外合偷袭濮阳。他派人偷偷潜入濮阳，与城里的贵族联络，最终田氏愿意配合他。于是曹操率领大军来到濮阳城下，田氏派人打开城门，曹军便顺利地杀入了城中。进入东门后，曹操命令士兵在城门放火，封住退路，目的是激励将士们与吕布决一死战。吕布听闻后，立即命令骑兵出击，
曹操的大军很快就被冲垮了，导致阵势大乱，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曹操万万没想到吕布竟然如此的勇猛，如果继续战斗下去，必败无疑，可是撤军也撤不了了。东门熊熊燃烧着的大火是他自己让人放的，可现在却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曹操本人竟然被吕布的一名官兵给抓住了。可是官兵不认识曹操，还怒问他：“曹操去哪了？”曹操心里一愣，随手一指说：“骑黄马逃跑的那个就是曹操。”官兵听完后，竟然扔下曹操，去追击骑黄马的人去了。这下曹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立即抓住缰绳，骑马便冲入了大火之中。所幸他只是被烧伤了左掌，总算是捡了一条命，逃了回来。此后双方又多次交战，相持了100多天，可还是谁也战胜不了谁。就在这时，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兖州的百姓们颗粒无收，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，双方的军粮也都耗尽了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，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。那么曹操还能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就在曹操和吕布多次交战，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，恰逢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导致双方军粮耗尽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智用空城计及刘备继任徐州牧。曹操退兵东阿后，袁绍便派人前来拜访，想说服曹操将他的家眷都送往邺城，名义上是保护他们，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来操控曹操。曹操此时正遭遇着他有生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，兖州丢失，军粮不济，因此在天灾人祸之下，他不得不低头，只能被迫答应袁绍。程昱得知后，立即前来劝阻曹操。他说：“将军有龙虎之威，怎能做韩信和彭越之流呢？虽然兖州被占，但我们尚有3城，能战之士也不下万人。以将军的神威，再加上我和荀彧的智谋，一定能成就霸业。希望将军三思。”曹操听完后瞬间醒悟，他接受了程昱的建议，拒绝了袁绍。195年5月，曹操率军出发，去进攻巨野的薛兰和李丰。吕布得知后率军支援，但还没等他赶到，曹操就大败了薛兰和李丰。随后又趁势拿下了盛世，准备夺取纪阴郡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徐州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：徐州牧陶谦竟然病逝了。在他临终之际，嘱咐徐州别驾糜竺说：“非刘备不能使徐州安定。”于是陶谦的丧事办完后，糜竺便带领着徐州的官员来到小沛，准备迎接刘备为徐州牧。可刘备自知实力太弱，不敢接任。这时典农校尉陈登也来劝说刘备，他说：“徐州不仅富裕，且户口高达100万，希望委屈你把徐州管理起来吧。”刘备推辞说：“袁术就在寿春，他的家族是43公，而且海内归心，你们应该把徐州托付给他。”陈登说：“袁术此人骄纵奢侈，并不是治理乱世的明主。现在我们愿意为你提供步骑兵10万，上可以匡君济民，建立五霸之业，下可分疆保境，名垂青史。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我，那我陈登以后也就不敢再听从你了。”随后北海相孔融也出面劝说刘备，刘备这才答应下来，勉为其难地当上了徐州牧。随后陈登给袁绍写信，说明了推举刘备的原因，袁绍便同意让刘备领徐州牧。至此，刘备正式成为了能影响汉末时局的一方诸侯。徐州之前的治所在郯城，但已经被曹操打得残破不堪，于是刘备便将徐州的治所移到了下邳国的下邳城。曹操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，他打算先放过吕布，立即率军去攻打刘备。然而荀彧认为兖州乃天下要地，虽然已经残破，但依旧能够自保，现在已经击败了薛兰和李丰，如果再分兵东进陈宫，就能一举击败吕布。可要是舍弃兖州而东进徐州，刘兵过多，前线不够用；刘兵过少，又不足以守城。万一刘备坚壁清野，防守不出，短时间内无法攻下，则我军必定自我灭亡啊！
曹操听后渐渐消了怒气，接受了荀彧的建议。195年，吕布从东民出发，与陈宫率领的1万余人会合后，前来进攻曹操。此时，曹操军中的士兵已经派出去收麦子了，营中的人马不足1000人，而且城防也并不坚固，根本抵挡不住吕布的数万大军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曹操走出军营，四下张望，然后他便开始部署。他让城中的妇女们立即上城，然后让城里仅有的几百名士兵站在营垒边，摆出无所畏惧的样子，其实只是一座空城。吕布到达后，见曹营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妇女在守城。曹营的西边有一条大堤，大堤的南边是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。吕布观看了许久后，怀疑曹操已经将大军埋伏在了大堤后面的树林中，于是不敢贸然进攻。他对部下说：“曹操向来诡诈，千万不能上他的当。”说完便引军后撤，在10余里处扎营。过了几天，吕布再次率军前来，可此时曹操的士兵已经陆续地回到了城里。曹操将一半的士兵埋伏在大堤之后的树林中，另一半则暴露在堤外。等到吕布的军队逼近时，曹操立即派出轻装骑兵出战，两军开始厮杀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伏兵四起，步兵和骑兵全都从大堤的后面杀了出来。吕布大军猝不及防，阵营大乱，开始四散奔逃。吕布见大势已去，只能率众突围。最终，吕布和陈宫率领着残部逃往徐州，去投靠了刘备。张邈则率军前往寿春，准备去投靠袁术，然而在半路上被部下给杀害了。张邈的弟弟张超则带领着所有的家眷前往雍丘，驻扎在那里。8月，曹操率军围攻雍丘。12月，雍丘城破，张超自杀，其家眷也全部被处死。随后，曹操快速地收复了兖州各郡县，兖州再次回到了曹操的手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李傕和郭汜发生了内讧，长安城的宫殿也被烧毁，导致汉献帝居无定所。在各方势力的掺和下，大臣们的保护下，汉献帝离开了长安城，一路历经艰险，颠沛流离，终于到达了残败不堪的洛阳城。那么，汉献帝是如何逃离长安前往洛阳的？一路之上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傕和郭汜乱政及汉献帝颠沛流离。194年正月16，朝廷为14岁的汉献帝刘协举行了加冠礼，可朝政依然由李傕和郭汜把持。李傕经常在家里大摆宴席，邀请郭汜前来饮酒。郭汜喝醉后就直接住在了李傕的府上，长此以往，他的妻子就受不了了，担心李傕给自己的老公送婢女，于是便准备挑拨俩人的关系。有一天，李傕给郭汜送来了酒肉，郭汜的妻子就把菜里的豆豉说成是毒药，并且说了很多李傕的坏话。郭汜便渐渐起了疑心，但依旧和李傕一起喝酒。过了几天，郭汜再次喝醉，一进家门就开始呕吐。他的妻子立即哭着说：“我给你说了多少遍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果真中毒了，可如何是好？”郭汜听完后也感到害怕，连忙让妻子想办法。他的妻子便拿来了大粪汁让他喝下。郭汜保命要紧，只能将大粪汁喝了下去，一阵恶心后，将胃里的东西都给吐了出来。经历了这一番折磨后，郭汜愤然地说道：“我和李傕共同举兵，奈何他想害我？如果我不抢先动手，还能有活命的机会吗？”于是他便率兵攻打李傕。李傕得知后更是怒不可遏，立即出兵抵抗。至此，两人彻底翻脸，一连打了几个月，死伤了上万人，可谁也战胜不了谁。汉献帝多次派人去调解，但双方都不肯听劝。195年3月，杨定与郭汜合谋，准备劫持汉献帝。然而消息泄露，李傕抢先下手，将刘协迎到了自己的军营。汉献帝离开皇宫后，李傕派人将皇宫里的金银财宝以及妃妾宫女全都搬到了自己的军营。更可恨的是，他还放火烧毁了宫殿。至此，董卓毁掉了洛阳城，李傕烧毁了长安城，汉献帝从此便没有了栖身之所。大臣们得知皇帝被劫持后，纷纷地跑到郭汜的军营来劝和，结果全被郭汜给扣押了。至此，李傕控制了皇帝，郭汜控制了大臣，
这样的朝廷真可谓是千古奇谈了。4月，李傕联合了羌胡兵准备攻打郭汜，可还没等他们动手，郭汜就策反了李傕的部将张苞，然后趁夜出兵。张苞命人打开营门，郭汜的大军进入后，弓弩齐发，结果射中了李傕的左耳，血流如注。幸好杨凤及时赶来救援，才挡住了郭汜的进攻，连忙带着刘协逃到了北坞。侍臣们饥饿难耐，汉献帝便请求李傕，希望他能送来5斛米和5具牛骨。然而李傕却只给他送来了几具发臭了的牛骨。就在李傕和郭汜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镇东将军张继从陕县来到了长安，给出了一个能调停他们之间矛盾的办法，那就是让他们俩谁也别惦记汉献帝，让刘协前往自己的弘农郡。汉献帝一直想回洛阳，只要能到达弘农郡，就离洛阳不远了。于是他便派人去说服李傕和郭汜答应张继。前后商议了10多次后，李傕和郭汜终于同意和解，并许诺让各自的儿子到对方的军营里去当人质。然而由于李傕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儿子，最后只能改为交换女儿为人质。7月，汉献帝终于离开了长安，准备前往弘农郡。当天夜里，他们便到达了霸陵，张继为百官提供了丰富的饮食。之后张继回到了陕县，李傕率军前往池阳，郭汜则跟随汉献帝东归。可刚走不久，郭汜就后悔了，一旦汉献帝到达了弘农郡，他就彻底失去了权力。于是他建议汉献帝前往高陵，可刘协却说祖宗的陵墓都在洛阳，而且母亲的陵墓修好后他还没去看过呢。说完他便开始绝食。郭汜见汉献帝如此坚决，只能改变主意，同意他前往附近的县城。8月初6，汉献帝的车驾到达了新丰。郭汜再次作乱，他命人趁夜放火，威逼汉献帝听他的指挥。杨定和董承等人得知后，准备将汉献帝转移到杨凤的军营，然而却遭到了郭汜部将的阻拦。杨定等人只能率军迎战，斩首了5000余人后，郭汜只能率军败走。10月初5，车驾到达了华阴，段威携带着物资前来迎驾，请求刘协前往他的营寨。然而由于杨定和段威有仇，便指使人劝说汉献帝，说段威意图谋反，千万不能去。可太尉杨彪、司徒赵温、侍中刘爱、尚书梁绍等人都表示段威可靠，愿意拿性命担保。于是汉献帝便准备进入段威的军营。这时董承和杨定又诬陷说，郭汜已经率领着700骑兵进入了段威的军营。刘协将信将疑，只能下令让车队停在路边休息。10月初10，杨定和董承等人请求皇帝下诏，准备攻打段威，可汉献帝没有同意。于是杨定等人便擅自做主，派兵攻打段威。然而连续攻打了10多天，却无法攻克，而段威一面应战，一面依旧侍奉百官，始终并无二心。这时司隶校尉荣绍认为，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返回洛阳，不应该继续攻打段威。于是汉献帝下诏后，杨定等人才不得已奉诏回营，率军继续东行。可这时李傕和郭汜都后悔让刘协东归了，于是他们以救援段威为由，引兵前来追击。11月初3，汉献帝的车驾到达了弘农县。张继让汉献帝停留在弘农，但杨凤和董承不同意，建议让汉献帝继续东归洛阳。于是张继和李傕联合，准备强行劫持汉献帝，双方在弘农的东涧展开了激战。结果汉军大败，百官和士卒死伤无数，女眷、辎重以及皇室的各种器物和典籍也全部丢弃。之后他们逃到了曹阳。杨凤和董承等人假意请和，却在暗中派人前往河东，请求白波军和南匈奴的支援。白波军和南匈奴的数千骑兵赶到后，联合起来攻打李傕，斩首了数千人后，车驾才得以继续前行。然而没走多久，李傕再次追来，汉军再次大败。李傕和郭汜的士兵绕着营寨大声呼喊，众人都非常惶恐，有人便建议汉献帝乘船前往孟津。可太尉杨彪说，他就是弘农本地人，此处往东有36个险滩，非常的凶险，切不可让陛下冒此风险。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，
从这里渡过黄河，前往河东郡。之后，派人去对岸准备船只，并约定举火为号。船只准备妥当后，汉献帝便带领属下来到了黄河边上。可是此处岸高10余丈，根本无法下去。校尉尚弘只能用细卷把汉献帝背在身后下岸，其余人也用绳索划下。到达河边时，士卒们争先恐后的登船，一度失控。董承和李乐便用兵戈击打士卒，斩断的手指落在船上，已经多到能用手捧起来了。最终，汉献帝刘协、伏皇后、宋贵人以及杨彪和董承等数十人登上船，渡过了黄河。过河后，他们前往河东郡的大阳县，居住在李乐的军营中。之后，他们来到了安邑县，河东太守王毅携带物资前来迎驾。汉献帝派人返回弘农郡，向李傕和郭汜请和。李傕见事情不可逆转，便答应和解，释放了百官和宫女，以及车驾和器服。此时，汉献帝居住在棘藜之中，门窗都无法关闭。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国事的时候，士兵们就爬在篱笆上观看，还大声地说笑。跟着皇帝过来的人都自持有功，要求封赏，结果医师和士卒都被封为了校尉。御史连印章都刻不过来，诸将便自己刻章，乱写乱画。此时上下混乱，粮食殆尽，杨凤和董承等人便准备护送汉献帝前往洛阳。不久后，河内太守张扬从野王赶来护驾，然而却再次发生了内斗。董承和张扬决定护送刘协回到洛阳，而杨凤和李乐却反悔了。相互猜疑之下，张扬便返回了野王。2月份，再次发生内斗。白波军的韩先率军攻打董承，董承逃到野王去投靠了张扬。随后，韩先屯兵于闻喜县，杨凤和胡才准备前去攻打，在汉献帝的及时制止下，才避免了刀兵相见。5月，汉献帝派人说服了杨凤和韩先等人，车驾才再次出发，准备前往洛阳。6月，车驾到达了闻喜县，这时杨凤和胡才再次反悔，他们与李乐商议，准备带着汉献帝返回眉县，但汉献帝不同意，他们只能让车驾继续东归。张扬也再次从野王前来迎驾。7月1日，颠沛流离的汉献帝终于回到了洛阳，居住在已故中常侍赵忠的家里，让张扬负责去修缮宫殿。张扬以自己护驾有功，宫殿修成后，便将殿名命名为阳安殿。8月8日，刘协进入了南宫的阳安殿。可此时，洛阳城其他的宫室都被董卓之前给烧毁了，百姓也迁往了长安。官员们到达这里后，非常的饥困，只能在墙壁之间避风。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能亲自外出采摘野生的稻谷充饥。在此期间，有人饿死在墙壁之间，有人被厉兵杀害，非常的悲惨。而韩先等人仗着护驾之功，肆意妄为，胡乱干政。董承深以为患，密诏兖州牧曹操前来救驾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曹操是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？具体过程是如何实现的？其他诸侯为何不迎天子呢？之后他又是如何将天子从洛阳迁往许县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及汉献帝迁都许县。上期讲到，由于李傕和郭汜乱政，汉献帝离开长安，来到了残败不堪的洛阳城。在此期间，沮授给袁绍建议说，将军世代为朝廷重臣，如今天子落难，你应该将他迎来邺城，从此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袁绍听后深以为然，便准备听从。然而郭图和淳于琼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他们表示，如今汉室衰弱，群雄争霸，如果把天子迎来，凡事都要听从天子的旨意。你如果听从，就没有了自己的权威，如果不听，就是抗命，因此甚为不妥。袁绍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便放弃了迎接天子的打算。196年7月1日，汉献帝终于回到了阔别5年之久的洛阳城。离开时他还只是个10岁的小男孩，如今已经是16岁的少年了。可是他走后不久，董卓就放火焚毁了洛阳城里所有的皇宫和民舍，并把百姓也强制迁往了长安。此时回来，洛阳城已经是残败不堪，了无生烟了。各州郡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争抢地盘，根本没人顾及天子，也没人给他进贡。
导致跟他前来的官员们只能在残垣断壁间搭起窝棚居住，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能外出采集野果和野菜充饥。在此期间，有人因为饥饿而死，有人被厉兵杀害，无不悲凉。8月10日，汉献帝封赏功臣，拜张扬为大司马，韩先为大将军，杨凤为车骑将军。之后，张扬率军返回了河内郡的野王，杨凤则前往梁地驻扎，只有韩先和董承留守洛阳，守卫皇宫。他们4人虽然都是保卫天子东归的功臣，可相互之间却不停地勾心斗角，争名夺利。当洛阳城里只剩下韩先和董承的时候，韩先居功自傲，为所欲为。董承无奈，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势力，于是便秘密地联络了曹操。此时的曹操刚刚打败吕布，平定了兖州。之后，他采纳了荀彧的建议，放弃攻打徐州，逐步蚕食豫州。豫州名义上是袁术的地盘，但他身处寿春，已无力管理。于是，曹操便占领了豫州的陈国，袁术任命的丞相袁嗣投降。随后又陆续地攻破豫州的郡县，将大军驻扎在许县。收到董承的密信后，他立即与诸将商议。诸将一致认为，我们虽然占据兖州，但势单力薄，如果将天子迎来，那么天子身边的重臣就会成为累赘，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制于天子和重臣。何况连占有4州之地的袁绍都避之不及，我们刚刚平定兖州，豫州还未平定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是无法掌控朝堂的，因此不建议迎接天子。这时荀彧则对曹操说，天下大乱之时，将军率先起兵，虽然没能击败董卓，但你忠于朝廷，心系天下。现在天子蒙难，将军应该奉迎天子，从而顺从民望，折服群雄。如果不能及时匡扶汉室，则天下将再生叛离之心，为时晚矣。曹操听后深以为然，便听从了荀彧的建议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洛阳。随后，洛阳城里的一郎董昭成为了促成此事的最大功臣。董昭字公人，基阴郡定陶人，即今天山东菏泽定陶区人。他之前是袁绍麾下的谋士，在袁绍与公孙瓒的战斗中立有战功。但由于他的弟弟董昉在张邈的手下做事，袁绍与张邈交恶后，便开始怀疑董昭的忠心，这让董昭非常的不安，于是便离开袁绍，投奔了张扬。张扬率军迎接汉献帝的时候，董昭也一同随行，之后被拜为议郎，待在了汉献帝的身边。当他得知曹操派遣使者前来的消息后，认为杨凤会成为曹操的障碍。杨凤虽然兵强马壮，可他缺乏外援，因此如果曹操能联合杨凤，则大事可成。于是他便以曹操的口吻给杨凤写了一封书信。他说，我早就仰慕将军的大义了，你排除万难，奉迎天子返回旧都，辅佐之功无与伦比。现在群雄扰乱中原，四海不得安宁，作为臣子，关键在于辅佐天子，因此需要吸引众贤才，共同整顿朝纲。将军作为朝廷的首脑，我愿做你的外援，将军有兵马，我有粮草，你我应该互通有无，同心协力，辅佐天子。杨凤接到书信后非常高兴，对各位将军说，兖州的军队驻扎在许县，他们有兵有粮，朝廷就应该依仗他们。于是他联合大家一同上表，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、废亭侯，另外举荐董昭为符节令。8月，曹操接到汉献帝的诏书后，决定亲自前往洛阳去拜见汉献帝。拜见完天子后，他便采取了拉拢杨凤和董承，打击张扬和韩先的策略。他上奏汉献帝，建议追究韩先和张扬的罪过。韩先得知后害怕被杀，只身一人逃出洛阳城，去投奔了杨凤。汉献帝念其有护驾之功，下诏不予追究。8月18日，汉献帝下诏任命曹操兼领司隶校尉和录尚书事。接着，曹操宴请董昭，并向董昭问计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。董昭说，你朝拜天子，辅佐王室，这是可以与春秋五霸相媲美的功绩。可诸将人心各异，未必肯服从于你。如果你留在洛阳辅佐天子，情势将对你不利，所以你只能转移圣驾，前往许县。曹操忧虑地说道，我的本意也是如此，可是杨凤驻扎在梁地，听说他的军队非常精锐，
他会成为我的隐患吗？董昭回答说，杨凤没有外援，所以他肯定愿意与你结交。之前皇帝封你为镇东将军和废亭侯，都是杨凤举荐的，因此你应该立即派人送去厚礼，以表答谢，从而稳住他。然后你告诉他，由于洛阳缺少粮食，所以你准备将天子暂时移到鲁阳，鲁阳距离许县较近，运送粮食能够便利一些，天子以后也就不会再缺粮了。杨凤为人骁勇少谋，肯定不会生疑，使者往返期间就可以将后事安排妥当。这样一来，杨凤还能成为你的隐患吗？曹操听完大喜，立即按照董昭的建议，给杨凤送去了书信。8月27，曹操率军护送着汉献帝离开了洛阳城，出城后向南行走，之后突然向东转向，越过还原关，一路向东前往许县。消息传到梁地，杨凤大惊，知道自己被曹操给骗了，立即率军追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曹操护送着汉献帝顺利地来到了许县，随即宣布定都许县，并在此设立宗庙社稷。随后，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，罢免了司徒淳于嘉、太尉杨彪以及司空张喜3位重臣。10月，杨凤的军中开始缺粮，他便与韩先等人率军南下，准备前往定陵去抢掠粮草。曹操得知后，立即派军西进，一举端掉了杨凤在梁地的大本营。失去大本营的杨凤和韩先只好逃往寿春，投降袁术去了。曹操此时虽然控制着天子，还给自己封了大将军，可他毕竟势力单薄，心里没底。最让他担心的便是袁绍。袁绍和曹操从小就是好友，曹操的父亲做过3公之首的太尉，袁绍的家族是43公，因此2个公子哥从小就认识，而且关系要好。他们从小一起上太学，长大后一起当官。汉灵帝设置西园8校尉的时候，2人都是8校尉之一。董卓乱政之时，他们共同起兵讨伐董卓。可此时2人的实力悬殊非常大，曹操只占据兖州，而袁绍则占据了4州之地。他从韩馥的手中夺取了冀州之后，封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，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滨州刺史，一人独占4州，无疑是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。于是曹操为了试探袁绍，便以天子的名义下诏斥责袁绍，说他地广兵强，却一味地树立私党，擅自攻伐，天子蒙难之时不肯勤王，不是忠臣所为。袁绍接到诏书后，并没有迁怒曹操，而是连忙上书为自己辩解，将自己标榜为心向朝廷的忠臣。10月，汉献帝下诏任命袁绍为太尉，封叶侯。这次袁绍勃然大怒，对使者吼道：“曹操荥阳战败，投奔于我，之后我让他当了东郡太守。吕布偷袭兖州之时，我让他把家眷送来邺城保护。现在他竟然不记我的恩情，竟然敢拿天子来压我。他自己封为大将军，封我为太尉，你回去告诉曹操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”使者返回许县后，荀彧便劝说曹操，现在还不是和袁绍翻脸的时候，不如就将虚名让给他算了。于是曹操再次派出使者，以天子的名义拜袁绍为大将军，他自己则改封为司空，行车骑将军事。从此他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这一年曹操42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